从侧面上可以看到他笑的时候是嘴角呢往上以外，其实是往深处跑的，而且他这苹果肌创造一个很漂亮的 S 型。我们如何创造这样的笑容？首先呢，好看的。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。各位东粉好，我是谢东仪医师。最近呢，最大的新闻大概就是疫情的爆发，我们沮丧、害怕，然后再加上停电，哇，好有末日感哦。结果又出现了我们的国民老婆新垣结衣结婚了，哇，多少像我这样的纯情少男心碎一地。那就先这样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垣结衣为什么这么漂亮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首先呢，我们大概对新垣结衣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很甜美哦，脸好小啊，就短发的很精致的样子。可是呢，各位如果从影集里面你仔细跟其他角色摆在一起，你会发现其实她的脸好像也没有那么小哦。各位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讲她大饼脸哦，你全家才大饼脸，没有啊，她只是没有那么小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只要画面只有她自己的时候，脸超小、超精致、超甜美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所以我就总结了新垣结衣的美是柔和的立体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试着开始来分析哦。你看新垣结衣的脸型，你看它是很柔和的哦，鹅蛋脸并不是那种方脸或者是大圆脸，是一个很顺的鹅蛋脸，而且没有颧骨，没有下颚骨角，整个线条是非常柔和的。那立体感是什么呢？各位也会注意到它的鼻子是很挺的，所以从侧面上看，它的鼻子的线条啊，这些五官其实是相对有一点点像外国人一样，是比较窄脸跟往前的哦，所以柔和又同时又有立体感。那它的招牌笑容也是哦，笑起来的时候是很顺的这样往上的哦，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柔和感。可是立体感是什么呢？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他在侧脸笑的时候，他不像是我们一般人笑是往旁边拉，或者是脸变宽的感觉。他的笑，我们从侧面上可以看到，他笑的时候是嘴角呢往上以外，其实是往深处跑的，伸进去的。而且他这苹果肌创造一个往前的线条，所以在这里形成一个很漂亮的 S 型。这种笑容是很有立体感的，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出现在我们东方人的脸上哦，所以这是属于他的美。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哦，为什么他的笑容可以这么有立体感呢？首先呢，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小白是吧？大家投票决定了，这个是我们的颧大肌，笑容就是靠颧大肌，它是从嘴角然后连接到我们这个颧骨，笑的时候是这样拉上去的。好，所以正面的时候，因为颧大肌的关系，所以就会变成这种月亮型的嘴型。像我这样，我算是嘴角有上扬的，可是我可能没什么立体感，因为我脸扁扁的。你们的老婆新垣结衣不是这样哦，她鼻子很挺以外呢，她的脸比较窄，所以她的颧大肌这个固定点呢，相对比较后面一点点，所以当她笑起来的时候，她嘴角是伸进去的，然后再因为她的颧骨不宽，所以她的苹果肌是创造一个往前的线条，所以她笑起来的时候是这边伸进去，形成一个很漂亮的 S 型，所以这种笑容是非常有立体感的，而且不是那么容易出现在东方人脸上的哦，这是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那针对笑容的部分呢，我想我们到时候会再有一个新的章节，很认真的来谈谈笑容这个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点到为止。那我们如何创造这样的笑容呢？首先呢，这个笑起来肌肉的角度其实并不是我们能创造的，老实说，这跟天生的有关系。那我们能创造什么呢？我们能创造一个好看的苹果肌。所以其实我有之前的一些文章在谈，我们要创造一些苹果肌，可以有更甜美精致的脸型。可是这个苹果肌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并不是要有2颗大苹果在这里，像阿嬷一样，不是，我们不要颧骨怒张，我们要创造是一个往前的线条感。所以怎么样创造往前的苹果肌是一个诀窍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试着让这个颧骨不能太宽，所以可以考虑做削骨手术。可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哦，这是为什么我带小白出现的原因。削骨手术的时候把骨头变窄了，的确脸型更柔和了。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颧大肌呢？因为变窄了，所以相对它就变得没有被拉得那么紧，变得比较松松的，比较难出力，所以笑起来可能会笑起来没有像原本可以笑得那么开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削骨手术除了让脸变窄以外，我们有时候会试着让这骨头
稍微的往上移动，会稍微把这个拳大肌拉直一点，或稍微的让骨头往后移动，让这个距离拉直一点点，尽量减少这种因为骨头变窄以后拳大肌变得比较松、笑不太开的问题。这个是我们在削骨手术可能会比较细腻的去讨论的事情。所以新垣结衣漂亮的地方就是这个柔美的立体感，不管是她的脸型也好，她的笑容也好，都非常的精致，而且她的眼睛啊也是比较柔和的啊，甚至身材也是比较清秀的，没有杀伤力的，所以她整个人整个 package 就是非常的精致清秀，这就是你们的罗密老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金野原它的外观的特色，普通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。对了，忘了问问题，各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吗？就是新垣结衣与金野原就是在一起这样。A， 那就祝福吧，爱你北店就你影后。还是 B， 我不接受，这一切都是幻觉，吓不倒我的。欢迎底下留言哦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这样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